夜半3更，一个小男孩奋力地拍打着邻居家的房门，他焦急万分地向众人求救，自己的父亲方成正在被一群匪徒围攻。原来神刀大侠齐如风遭人暗算，不幸中了迷烟，是方成及时出现才救了他一命。他一个人拼死抵抗，就是为齐如风争取解毒时间。然而当齐如风和小男孩带人赶到，方成已经身负重伤，奄奄一息。他艰难地交代遗言，自己作为神刀门的一个仆人，今天舍了这条命，心甘情愿，只是放心不下儿子方刚。齐如风会意，当即决定收下方刚做徒弟，并承诺会将他视若己出。父亲带着笑意撒手人寰。方刚悲痛不已，他捡起父亲被折断的钢刀，暗暗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。10余年后，方刚长大成人，他勤奋刻苦，加上齐如风的悉心教导，在所有的弟子中，方刚的武艺已经最高。但是他为人沉默低调，从不愿在师兄面前展露武功，以至于整日遭受欺负与排挤。虽然师父有心袒护方刚，但方刚顾忌同门之谊，一直把这些事儿忍了下来。直到这天晚上，他无意间听到师兄的谈话，两人的言语满是歧视之意，认为方刚就是一个下人的儿子，根本不配和他们平起平坐。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，任凭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。方刚倍感难受与无力，他拿上父亲的断刀，留下一封书信后准备离去。小师妹看到方刚离开，叫上2个师兄将其拦住，污蔑他要背叛师门，接着便以清理门户为由，要强行对方刚动手。对方得寸进尺，方刚退无可退，只能拔刀迎战。结果几招下来，2个师兄就被打倒在地，3人大吃一惊，这才知道方刚的刀法已经炉火纯青。小师妹是齐如风亲闺女，自是不服有人齐家刀法超过自己，非要跟方刚比武。师傅对他有养育之恩，方刚没有拔刀相降，只是施展拳脚，轻轻推倒了小师妹。小师妹在地上呼天抢地，斥责方刚欺负自己。方刚摇头苦笑，正要俯身安抚，不料小师妹突然暴起，竟顺手一刀砍断了他的右臂。方刚痛恨交加，举起巴掌就要还手，但想到小师妹是师傅的掌上明珠，终究只是捂住断臂，转身离去。3人愣在原地没有去追，竟想着如何在师傅面前隐瞒事实。这时看到书信的齐如风终于赶到，看到地上残留的手臂，齐如风心里已然有数。他怒斥3人竟然对同门下此毒手，一位师兄还要撒谎，声称是方刚不自量力，咎由自取。齐如风直接就是一巴掌。方刚的为人他最清楚，若不是有人苦苦相逼，方刚定然不会率先动手。小师妹这才跪下说出实情。齐如风来不及惩治3人，当务之急是先找回方刚，给他止血。此时的方刚已是强弩之末，他倒在了雪地里，靠着仅存的一点意志力，一步一步的缓慢前行。他艰难地走上一座拱桥，终于支撑不住，一头栽了下去。齐如风追踪至此，看到血迹戛然而止，只以为方刚已经被水冲走。他哪里知道方刚掉落之时，正好有一条小船从桥下经过，带走他的是一个名叫小蛮的女孩。他连夜找来医师，救了方刚一命。当方刚再次醒来，已是7天之后，他看到自己失去的手臂，不由悲从心起。父亲一生为人奴仆，还被主人丢掉性命，自己本立志要为其扬眉吐气，不想一直被人看低，如今还变成了残废。方刚几近崩溃，但看到一旁小蛮关切的眼神，他总算冷静了下来。方刚开始学习用左手生火，在小蛮的开导下，他慢慢从不能习武的悲痛走出，能和小蛮在这里种地打鱼，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。只是好景不长，这天2个坏人的到来再次打破宁静。他们见小蛮年轻貌美，竟闯入院内出言调戏。方刚愤怒出手，可待如今手臂缺失，功力已大不如前，几下就被打倒在地。危急时刻，2人的师傅郑天寿出声制止。他被江湖人称笑面2郎，是个不折不扣的笑面虎。郑天寿救下方刚，是不想2个徒弟节外生枝，因为他们有重要的任务在身。他受师兄长臂神魔之命，在此处暗中监视神刀门。长臂神魔正是齐如风的死敌，他苦心研制出一把专门克制大刀的武器金刀锁，准备近期对神刀门动手。他命令门下弟子加紧练习，并严禁提前泄露任何消息。齐如风不知道神刀门已经深陷危机，而另一边的方刚却再度拿起长刀。他无法忍受连心爱之人都保护不了的痛苦，可一只手的他连保持平衡都困难，更别说使出像样的招式。方刚垂头丧气，躲在暗处的小蛮于心不忍，竟从怀中掏出半本刀谱。这是当年小蛮的父亲拼死守护的东西，母亲本想将它烧毁，但毕竟丈夫是因此而身亡，
最后还是留下了半本作为纪念。方刚略一端详，发现里面剩下的正好是左手辅助刀法。方刚如获至宝，从此开始日夜练习。他甚至发现父亲的断刀配合着辅助刀法更为趁手。短短3个月，方刚独臂断刀刀法已然大成。方刚兴奋不已，小蛮却心事重重。他担心方刚练成武功定会重出江湖，不会再甘心与他居于田园。方刚看出小蛮的心思，他向小蛮保证，除非别人欺负到头上来，否则绝不管别人的闲事。小蛮这才眉开眼笑。这天，方刚带小蛮去逛庙会，不曾想竟见到了自己的断臂仇人。他赶紧找了个面具躲了起来。不巧的是，郑天寿和他的2个徒弟也在这里。他们看见是齐如风的女儿，连忙过去找小师妹搭讪，言语中满是对神刀门的讨好之词，想要邀请3人去府寨做客。小师妹只觉得这人慈眉善目，竟无脑跟了过去。方刚面露凝重，这帮人明显会对小师妹不利。果然不出方刚所料，一行人刚到府寨，郑天寿就露出了獠牙。他见小师妹打晕，至于2位师兄，则专门用来验证金刀锁的效果。结果证明金刀锁对付大刀确有奇效。郑天寿将小师妹关入地牢，准备用她去要挟齐如风，不料一个蒙面侠客深夜出现，将小师妹偷偷救走。师妹认出侠客正是方刚，他邀请方刚一起回去，还表明从小自己其实是喜欢方刚的。这话被躲在一旁的小蛮听到，伤心的跑了。方刚十分生气，直言自己救他完全是为了报答师恩，还说自己以后与师门再无瓜葛。回去看到正在抽泣的小蛮，方刚表明心意，决定明天一早就和小蛮离开这里，重新找个地方归隐田园。与此同时，长臂神魔决定开始对神刀门动手。恰逢齐如风55岁大寿，在外弟子陆续前来祝福。长臂神魔阴险狡诈，他派出人手在半路设伏，利用金刀锁将他们逐一击破。8师兄负山逃脱，正好遇到方刚，他急忙说出金刀锁的情况，让方刚通知师门做好准备。方刚本已决定归隐，但此事关系到师门的生死存亡，哪怕小门生气，他也必须要回去一趟。彼时，长臂神魔已经带人赶到，神刀门众人没有见过金刀锁，所有的招式都被死死克制。眼盼几位弟子一个接一个的送命，齐如风决定亲自出战。长臂神魔面露轻昵，他对齐家64路刀法再熟悉不过，在金刀锁的克制之下，只一招就将齐如风打成重伤。眼看金刀门就要被赶尽杀绝，方刚终于赶到。长臂神魔看到方刚只是个残废，完全没把他当回事，派2个弟子上前应战。当方刚的长刀被夹住，他直接掏出断刀，瞬间将2人一击毙命。长臂神魔稍有惊愕，随即拿着金刀锁亲自动手。几招下来，他发现方刚的招式诡异，金刀锁根本起不到作用。长臂神魔老奸巨猾，他索性舍弃金刀锁，改用长鞭，从距离上压着方刚。方刚始料不及，渐渐招架不住，被逼入一处死角。长臂神魔趁方刚疲于躲避，又改用长矛偷袭。方刚一个不慎，被长矛刺穿身体。长臂神魔见状，哈哈大笑。不料方刚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，反而身形骤然暴击，一刀便结果了长臂神魔的性命。原来刚刚长矛刺中的只是方刚空荡的袖棍。方刚拯救了师门，众人看他的眼神突然有了异样，师傅更是想要方刚留下来做掌门。方刚下跪果断拒绝，因为还有一个女子在等着他。最后，方刚与小蛮在山野渐渐远去，江湖上留下的只有那独臂大侠无尽的传说。